趟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17天旅行，今天要聊聊这趟旅程中的重头戏之一——住宿。不知道大家怎么想，但出门玩住哪里对我来说真的超级重要。不只是地点安全之外，饭店的设计和整体氛围真的可以影响整趟旅行的感受。虽然这次大部分都是跟团走，饭店也都是旅行社选的，但说真的，意外比起小时候同等级旅行团的经验好超级多。大部分的饭店都在市中心，而且早餐也比想象中丰盛好吃。虽然每天的行程都很早，没机会天天吃，但光是几次的体验就让我惊艳不已。好啦，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这几天的精彩饭店吧。提前几天抵达 Lisbon， 预留一些时间享受独旅时光。第一站入住的是 Hotel da Amoreiras， 这一家饭店属于 Small Luxury Hotel 旗下，位于爱情花园公园对面。Small Luxury Hotel 的挑选制度有点像是米其林评鉴，神秘检查员根据750个不同的标准来检查每一间饭店，所以不止基本需求绝对到位之外，美感也都是非常有水准，真的是可以无脑下单。在网络上预订时就被这里融合传统和现代风格的美学设计深深吸引，抵达后更是被贴心的服务和美味的饭店餐饮给惊艳到。 Welcome Drink 更是让我一下飞机就得以放松，服务人员还很仔细的介绍房间内的各项设施，让我超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正因为是自己来，所以选择了 Mini Deluxe Room， 对我还有31寸的行李箱来说空间刚刚好。从房间望去就是18世纪所修建的水道墙，瞬间沉浸在浓浓的历史气氛里。饭店里充满着艺术品和独具风格的家具，让整个环境都非常的疗愈。小窗台的设计也是超级加分项目，早上晚上都爱待上一刻，整个爱不释手。这样的住宿体验真的是完美的开启整趟旅行。不只是在旅行，平时我也几乎没有吃早餐的习惯。第3天早上刚好离团体集合还有一段时间，就到楼下用餐。吃完第一道菜，我只有后悔居然前一天跳过它，没有好好享用这么美味的美食。就像是餐厅一样，依照 menu 上的餐点现点现做，而且都是使用当地当季的食材。这么吸引人的菜单，真的是忍不住多点一点，已经顾不上热量超量的部分了。直接点了欧姆蛋、巧克力 croissant、水果盘还有柳橙汁。欧姆蛋整个也太会了吧，是丝滑的那种蛋，不是烤老的那一种。水果盘摆的比餐厅还漂亮，这样对吗？然后现打果汁绝对要点。早餐结束后再来一杯手冲过滤式咖啡，收尾实在太美好。最后也想分享一下饭店的地理位置，这里属于闹中取静的好地段。虽然步行到市中心需要30分钟，但开车或叫 Uber 只需要10分钟。另外，饭店步行10分钟内就有购物中心，里面有各种小众品牌和不同风格的餐厅。如果懒得跑市区，这里就能满足你各种需求。大家最好奇的住宿费用怎么可以不说一下？接下来我会用2025年的行情来分享啦。这间房间一晚大概落在250到300欧元左右。接下来就是跟团的行程，住宿都有旅行社安排了。在选团的时候呢，我除了挑选行程景点是不是自己喜欢的之外，也仔细比较了不同饭店的方案。虽然团体行程的住宿会偶尔有调整，但在查过饭店的房型、设施和地点之后，还是能帮助做最终的选择。实际上住下来后发现，其实出入也不大。跟团的好处就是省去订票、安排行程的麻烦。这次加价选了全程自己一间房，价格居然比自己订还划算超级多。接下来几天在 Lisbon 的饭店就会住在欧洲之星里斯本。饭店坐落于1998年世博会主会场附近，虽然离市中心开车约30-40分钟左右，不过距离 IP1 公路只有6分钟的车程，所以可以很快速的往东边城镇或是西班牙前进。早餐的部分虽然要赶8点半出发，但我在最后一刻还是快速冲进餐厅逛一圈。它居然有蛋挞，还有肉跟 cheese 跟不同选项的红白酒。重点是蛋挞的品质超级不错，皮还是脆的，也不会过甜，真的可惜没有多吃几颗。
这次房型是 Deluxe Double Room with City View， 空间约7平，也就是248 square foot， 对单人来说非常的足够，2个人刚刚好。厕所优秀的点就是有2个洗手台，如果有同伴的话就不需要抢位子啦。厕所内还有一个我超级喜欢的小细节，就是烘衣架。对于多天旅行、天天换饭店的人来说，真的是不可或缺的好朋友。如果有需要洗的衣物，只要丢在烘衣架上过夜，隔天就可以轻松打包，不需要每天拿着吹风机吹到心累。一晚价格从淡季的90欧元到最贵400-500不等，但大部分价格落在1到200元区间。抵达Seville之后，也是入住欧洲之星。这间饭店是整个安达卢西亚最高的建筑物，所以去塞维亚主教堂时，真的不需要特别爬上楼去俯瞰城市风景。住在这里可以直接收纳白天和夜晚的版本，还省下爬楼梯的力气跟参观时间。房型是 Deluxe Room， 空间约8平，也就是291 square foot 左右。虽然空间比前一间大，但有可能是因为前一晚住在转角房间，视觉感觉比较大，又或者是房间实际尺寸比今天这里大。厕所就是中规中矩，没有特别的惊艳。不过地理位置很方便安全，饭店外坐一个手扶梯下去，直接是购物商圈和餐厅街区，还有小超市可以购买宵夜和酒水回饭店享用。距离观光景点像是西班牙广场、塞维亚主教堂等都是10分钟的开车距离。一晚价格从淡季的100欧元到最贵250欧元不等，但大部分价格落在约150左右。直布罗陀因为城市规模使得传统大型饭店建设受到限制，因此邮轮饭店成为一种灵活又独特的选择。邮轮饭店不仅解决空间上的问题，还能欣赏海上的风景。这次住在 Sunbrown Gibraltar， 它是世界上第1间5星级浮动的游艇饭店，距离主街15分钟的步行距离。邮轮外面有几间酒吧餐厅，提供除了饭店餐饮之外的选择。偷偷说，我觉得邮轮上的餐厅跟早餐都偏普。Super Yacht King 房型优点是窗户望去的景不错之外，房间内的双向衣柜设计深得我心，一面面床，一面面厕所，整个不要太方便操作换衣服或穿搭的活动。但是缺点是整个装潢和家具都偏旧一点。大部分价格落在一晚200到230欧元左右。结束 Ronda 行程后，前往 Mijas， 住宿是在 TRH Mijas Hotel， 采用典型的安达卢西亚建筑风格建造，环绕在米哈斯山脉中，并面对地中海美景。房间的影片不晓得是忘记拍还是不小心删掉，所以就没有了。这里就直接拿官网的影片来做介绍。饭店的地理位置很好，在小镇的市中心，去每个景点都可以步行前往，餐厅的选择也很多。不过缺点跟前一间一样，就是饭店的装潢跟家具都偏旧一点。这次的房型是选择 Double Standard， 房价一晚约100到170欧。接着在 Granada 住的饭店就是这一间饭店，它的发音太长了，我直接跳过。不过就是这间饭店了。它位于阿尔罕布拉公路和内达华山脉公路的交汇处，距离阿尔罕布拉宫跟市中心都是开车10分钟距离左右，门口还有直达公车，非常方便。不过房间烟味有点浓，就算换了一间房间，还是有点味道就是了。然后价位落在一晚50到100欧不等。看到饭店名字，你们一定有猜到，没错，这又是欧洲之星系列饭店啦。抵达Toledo晚上，我们就是住在这边，距离市中心10分钟车程左右。房间是 Double Room， 里面中规中矩，价格落在50到100欧元之间。早餐偏普，然后终于我有时间去吃早餐了，没想到人超多，然后导致餐具不够用，这合理吗？这次马德里住在 Emilia Madrid Princesa， 这间饭店是个西班牙本土饭店集团，装修整个就长在审美上，大门没有直接面向马路，有种闹中取静的感觉。不过都已经抵达大城市的话，就需要更注意周边的东西。连我们下行李的时候，司机都叫我们在行李门旁边围成一圈，他才开始卸行李，以防有人直接抢走。房间是 Queen Size Bed， 虽然算是这几天住下来相较小的一间，空间7.5平，也就是269 square foot， 但是很多优点可以直接无视这个小缺点，嘿嘿。而且一个人住其实算蛮够的啦。从装修开始就跟直布罗陀的衣柜一样，是我最喜欢的双面门，很方便。另外装潢从房间到大厅都是各种好拍，还幸运的得到超美窗边景色。虽然我又错过早餐了，但团员们都推。
另外地理位置不要太好，距离最热闹的西班牙广场步行10分钟，离马德里皇宫步行20分钟，但又不会像这些观光区一样挤到不行。饭店附近距离欧洲最大的百货集团 El Corte Inglés 只要步行4分钟。百货公司营业到晚上10点，所以想要买各种纪念品或是逛街的话，这边绝对是最方便的选择。大部分的房价落在1晚230到300区间，旺季的时候可能会到400多欧一晚。旅行最后一站来到 Barcelona， 因为害怕旅行社选的饭店不符合期待，所以就另外订了后面几天的饭店。结果当下看到旅行社选的，我真的超级后悔。第一间巴塞饭店就在 NH Collection Barcelona， 建于卡尔德隆剧院旧址上，并因此而为命名。虽然剧院在20世纪被拆除，但外观依政府的规定保留原本的建筑特色。这次房型是 Superior Room， 虽然房间尺寸又小了一点，6平，也就是215 square foot 左右，但有大面镜子，视觉感看起来就是蛮舒服的。厕所有我最喜欢的烘干架，就是完美，可以把浴巾跟小手帕给烘干，超方便。店的位置不要太优秀，它位于感恩大道上的下一条街而已，距离米拉之家只要走路12分钟，到圣家堂或是歌德区通通都可以步行解决。除此之外，附近还有前面介绍到的欧洲最大百货集团英国宫，可以逛街购物。最后几天我就是在这边买到好吃的100%伊比利火腿肉，再搭配西班牙 cheese 还有红酒，超级完美。另外楼下就是鼎鼎有名的 Tapas 餐厅，真是宵夜好去处。By the way， 可以看一下上一集的 Barcelona 介绍，有介绍到这间餐厅还有其他家好吃又好玩的地方。房价的部分大概一晚落在200到300区间。其实最后几天自己独旅时换的饭店也非常喜欢，除了一开始说的那一些挑选饭店要素之外，如果可以再加上一点独特性，就可以帮整趟旅程加上很多故事。最后一家就是走这个路线 ，Hotel Partic Essen 是 Barcelona 唯一一家香水饭店，主要有3种不同的味道，除了香水之外，还有室内喷雾、蜡烛、香皂不同的产品。香皂超级可爱，他们是称重来卖。另外这个饭店集团还有其他不同主题的饭店，包括烘焙坊饭店、葡萄酒饭店、建筑饭店，还有花园主题。之后想要把所有都收集完成。check in 之后还有一个小惊喜，就是他们居然有 happy hour， 每天6点到8点都有免费的红白酒跟小点心可以享用，光是这一点就大加分。这家饭店的位置跟上一家一样，都是赞到不行，直接在感恩大道上的小巷弄，距离各个景点都是轻松走到。这次房间选择 Standard Room， 窗户面对小巷弄，对面是个漂亮的建筑物，可惜正在施工，不然又要在窗台拍个7749张。这个房型大部分时间房价落在1晚150到300欧区间左右。最后一支影片把饭店分享完之后，又想再去一次了。如果你也住到不错的饭店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给我，让我有机会可以当做参考哟。关于下一支影片大家想看什么，也留言跟我说一下。目前选项有久违的日本旅行、结婚影片、南法蜜月，还有即将出发的12月英国独旅日记正在塞车中，记得订阅不要错过啦。